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大功率的充电器，这是一个电动汽车的充电器。这一端是220伏输入，这个是压敏电阻，这是保险。我们看这个保险现在应该是断了啊，没有断。这是一个保险，这是一个供膜抗干扰电感，这是插膜抗干扰电容，这是插膜抗干扰电容，这是一个继电器，这有2个电阻。然后这同样是一个插膜抗干扰电容。这个小版的变压器是负电源的开关变压器，主要是在待机的时候给驱动电路 MCU 供电的。这个当然是大的开关变压器，是输出的变压器。这2个是300伏滤波电容，这里边它有 PFC 电路，但是由于为了节省成本，我们看这是 PFC 的电感，然后 PFC 管和肖特基二极管没有上，直接把300伏从我们的整流桥输出端接到了这个 PFC 二极管的输出端，那么就给这个大电容供一个300伏，然后通过这个位置有2个功率管，与电容和开关变压器初级组成半桥式驱动输出。这2根引线是输入线，这一端是4根输出线，实际上是两并联输出的。输出电压经二极管整流、电容滤波、继电器控制输出。现在这个板呢是后级大短路，我们看这个是整流桥输入端没有什么问题，输出端是短路的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一下整流桥的好坏。把红表笔接到交流输入端，然后这端接到负端也好，正端也好，现在都是一个二极管的压降。因为后边是短路的，所以说只能测成这样。那么也可以说是整流桥没有坏，因为正常的时候是红表笔接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，然后黑表笔接正极输出正极，这样呢是二极管的压降。那么然后呢，黑表笔接交流输入端，然后红表笔接负极，同样是二极管的压降，这样是正常的。然后反向应该是无穷大的，但是由于后边电路短路，所以我们会量出这样的效果。这样基本上判断这个整流桥没有问题。那么它的功率管呢，我们现在测量呢已经击穿了，但是也可能是一个功率管击穿了，也可能是2个功率管击穿了。由于它的开关变压器线径很粗，所以说呢也没有什么阻值，我们量基本为0欧。这里呢就是它的 PFC 小板，但是呢它的 PFC 功率管和肖特基二极管都没有上，证明这个 PFC 电路没有用。PFC 的二极管是快恢复二极管不是肖特基二极管。它的半桥式输出呢是通过这4个电容和2个功率管和这个变压器来完成的。这个变压器是推动变压器，前边是 MCU， 然后经这个芯片进行驱动，然后驱动这6个3极管，然后进行前级的驱动，然后经这端输出之后再整形，整形以后加到这个2个长管的3极，然后进行半桥式输出。输出以后经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交流电压，然后呢经这个肖特基二极管，我们看这个板上有2个肖特基二极管，但是它只用了1个就可以了。然后通过这个电阻，这是一个 1R5 的，也就是 1.5 欧的电阻来进行电流检测，然后经这2个接线柱输出。这个是输出的继电器，这是输出滤波电容，这个位置还有继电器，这个继电器应该是 PSOK， 就是说假如后边正常了之后它接通。目前粗略判断是这2个功率管击穿了。我们把这2个大电容卸下来，把这个胶除干净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小板，也就是这个长条板，把这个焊角给它焊开。我们可以用吸烙铁给它把这个吸下来，吸差不多了以后，我们再用针头，然后把这个引角给它与板分离开，然后我们再把小板拿下来。好，经我一番努力，终于把这块小板给卸下来了。下面我们就把这2个功率管给它卸下来，量量是否短路了。
好，功率管已经卸下来了，我们看，功率管已经完全击穿了。我们看这边这个，同样是击穿了。一般功率管损坏是驱动电路的问题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